大家好，这里是AI科技，我是陈振林。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熬夜看苹果的现场发布会啊？话说这次发布会，苹果派出了 iPhone 12、12 mini、12 Pro 和12 Pro Max 4大名将，加上水般的小弟 SE2，以及昔日的大神 iPhone 11和 XR。苹果呢，现在总共有7款机型在售。一向高傲的苹果呢，也开始玩起了机海战术的路线啊。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呢，苹果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以丰富自己的产品线，二来呢可以让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12系列呢不再附带充电器和耳机，盒子里面只有手机本体，一根 Type-C 转 Lightning 的数据线。因为没有耳机和充电器所以包装盒呢就没有必要做得太厚。可能是他们的库存已经清完了，也可能是苹果真的想为环保做出贡献总之，从 iPhone 12系列发布的那一刻起，5伏1安和 AirPods 呢就已经光荣下岗了。结果他们中档的呢变成了需要额外付费才能拥有的快充头和 AirPods 无线耳机。再说回整个12系列苹果在屏幕上呢一直保持自己的风格，现在的手机正面呢长得都差不多，而有着大刘海的苹果却不会被人认错。边框呢由过去的圆润回到了之前的棱角设计。其实这并不是刻意去致敬 iPhone 4而是在圆润当道的众多机型中脱颖而出。这样呢既可以提高产品的辨识度同时在视觉上也会显得更加的鲜活。12 Pro 给人的感觉还不错，整体采用了黑金色调，精致里透着一丝奢华。至于这个12的蓝色呢，确实算不上好看但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背面呢稍显平庸，看起来和11系列一样也难怪有人会将12称呼为11S。苹果这几年的改变呢确实不大，但 A14 的性能也确实能让当前所有的安卓机型望而却步。再一个呢就是磁吸式的 MagSafe， 像什么全系5G超磁晶面板 Pro 系列的雷达扫描仪和支持我国的北斗导航，这些呢都属于常规的升级了。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提升和创新呢不痛不痒，但比起激进的改变稳中求进才是最可靠的发展路线。之前呢大家都在调侃13香，但12开卖没多久几乎就被抢空了。这一次呢我们拿到了 iPhone 12和 iPhone 12 Pro 2台机器。令人好奇的是，苹果为什么没有选择4款机型同时发售呢？不会是怕我像去年那样拿同系列的机器进行改装吧？开个玩笑。第一步，取出卡托。卡托位于机身的左侧，双卡设计，外圈呢附有防尘防水胶圈。底部的2颗银色螺丝搭配着蓝色的机身，总感觉有些不搭。将手机放置加热垫，加热3分钟后，前后吸盘向上拉即可将屏幕与中框分离。借助拆机片沿四周划开，自右向左掀开屏幕。12和12 Pro 的内部呢几乎保持一致多处大面积的金属盖板搭配纯黑的配色，这呢也是苹果一贯的作风。拧下底部盖板的2颗螺丝，取下盖板后先断电，再拧下底部盖板的4颗螺丝，取下盖板，依次断开听筒排线、显示排线、触摸排线，即可取下屏幕。拧下听筒排线的4颗螺丝，取下排线后我们可以发现排线上集成了2个传感器、1个送话器和顶部扬声器。这次12系列呢，在屏幕上做了很大的改变。为了增加屏占比将原来包裹在外圈的支架直接做在了屏幕的底部。屏占比是增加了，但是相对而言，在跌落时外屏碎裂的概率呢也会更大。大家呢还是戴个套吧毕竟这块屏幕价值不菲。机身内部的布局变化也非常的大，电池变成了单块，位于右侧；主板呢更加细长了，位于左侧。这并非是因为散热问题才将主板的位置调换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将主板分层，但是按照常理推算呢，苹果的基带是外挂的，而这次呢又加入了5G那也意味着很可能还会多外挂一个5G的芯片。为了加入更多的芯片只能将主板做得更长。由于像头呢也在右侧，如果将这么长的主板放在右侧的话，那卡槽就根本装不下了。所以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只能将主板呢设计在左侧了。继续拧下固定卡槽的螺丝，取下盖板，断开连接排线即可取出卡槽。单独的卡槽设计呢，可以大大的节约主板的空间，而对于后期的维修来说也是更加的方便。拧下顶部盖板的5颗螺丝，取下盖板，断开它们的相机排线。12 Pro 是可以直接取出后置3摄的，而激光雷达是独立的。iPhone 12由于没有搭载12 Pro 的3摄和激光雷达，
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多加了一块塑料来填充，需要先拆下塑料填充，才能将线头取出。接着拧下固定主板的4颗螺丝，断开所有连接排线。由于侧件压在了贴纸和硬盘中间，需要先将其分离才能取出主板。主板所有内连座的外圈呢，都设有缓冲泡棉，正面和背面都贴有大面积的散热贴纸，背面还加入了大面积的金属，跟外框接触来提升散热的效率。还能让主板更加坚固，同样也采用焊接堆叠的双层主板。2张主板放在一起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几乎就是同一张主板。唯一的不同呢，就是 iPhone 12激光雷达连接座的位置呢，并未出料。至于内部控制的芯片是否一致请关注我下期主板拆解见真晓。主板所有坐着的维修参数呢，先放图给大家参考一下。轻轻一提即可将面容前摄取出，防滚架和排线呢，较于 iPhone 11稍有变动，点阵应该是做了优化。希望这一代的面容呢，不会像之前的机型一样那么脆弱，容易损坏。拧下4颗固定的螺丝后取出底部的扬声器，外圈设有缓冲泡棉，对应中框的位置呢，还加入了一个橘色的密封圈。线性马达位于机身的左侧，体积较上一代呢还稍微缩小了一些。拧下固定尾叉的所有螺丝。这固定尾叉的螺丝呢是非常的多几乎占了整机螺丝数量的1半。尾叉上集成了传感器、2个附送话、Lightning 接口和2处天线，并没有像 iPhone 11一样将充电芯片集成在尾叉上。电池有4条短的易拉胶，分别抽出后呢即可取出电池。电池的容量为2815毫安时。我们将 iPhone 12拆出的配件呢跟 iPhone 12 Pro 进行对比，确认了12跟12 Pro 的面容前摄、线性马达、喇叭、尾叉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电池的型号和容量都完全一致。顶部中间是一条集成了附送化的闪光灯排线，左侧和右侧呢各有一条天线延长排线，加上集成在尾叉排线上的2处天线信号门呢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为了防止撞击时电池与中框锋利处的碰撞发生意外，在侧面还特意加了一条塑料挡板，将电池与中框隔绝。拧下固定2边侧件的6颗螺丝，撕开排线后可以发现侧件排线呢与无线充电线圈是一体的。撕下固定线圈的石墨贴纸后并不能完全取下，底部还有2条单独的铜丝被橡胶圈盖住，而且还有胶固定充电线圈的绕线非常的密集，这么大的线圈仅支持15瓦的充电功率苹果呢确实是有些太保守了。为了达到更好的磁吸效果总共配备了18片磁铁，绕在线圈的外围通过胶固定在后玻璃上。苹果的设计和做工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想吐槽就是这机器的螺丝实在是太多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参差不齐这2台机器拆下来呢，我感觉自己就一直是在拧螺丝，不知道工厂的师傅在装配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好了，本期拆解视频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